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生活中有很多富甲一方的人，也有很多贫穷落魄的人。但无论一个人是富贵是贫穷，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，都是命运的安排，都是老天爷的决定。而我们的体相中也会出现一个人贫穷的信息。那么此生注定是贫穷人的体相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大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一、臃肿无收。在相学中，体型以魁梧有形、比例均匀为佳。如果一个人的体型看上去非常臃肿，整个人看上去也非常的没有精神的话，这种人不论男女，大多非常懒散，好吃懒做，自我克制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做什么都很难成功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贫贱之相。二、弓腰驼背。相书中有云：身高而直，命占一贵。如果一个人的体型高而直的话，是一种贵相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疾病，而是因为行为习惯后天形成的探头驼背的话，是非常不吉利的。这种体相看上去就像一直低着头找东西一样，非常的不自信，做事缺乏魄力和决断，尤其是年纪轻轻时便如此的人，必定贫贱。三、胡须过硬。身体毛发为人血气之余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和性情。如果一个人的胡须较硬且比较蓬乱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情非常的暴躁，而且思想比较的极端，喜欢惹是生非。女人毛发旺盛则性格比较极端，为克夫之命，家庭难和谐。男人毛发粗硬则克妻克财，喜欢闹事。声音雌雄颠倒。声音雌雄颠倒比较容易理解，说的是男人声音纤细，像女人一样，女人声音粗犷，阳气较重。男人女生则性格柔弱，缺乏男子气概，性格方面比较懦弱。女人男生性格则非常的刚直，性情急躁，做人做事都没有耐心，性情非常的霸道，非常的大女子主义，婚姻不顺。五、两腮无肉，牙骨突露。两腮主要指的是腮骨和牙骨。如果一个人的两腮尖削无肉，形成倒三角的锥子脸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缺乏责任心，为人也非常的自私，不懂得为他人着想，而且内心非常的固执，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性格非常的霸道，凡事都是以自我而为中心，对待周围的人非常的小气，典型的守财奴，即使有钱也是富屋贫人。而牙骨突露就会形成吹火口，这种人个性顽固贪婪，喜欢斤斤计较，人缘很差，一生难富。六、瘦而无臀。臀部在体相中为人的靠山，关系着一个人的财运和福气。相书中有言：秸秆屁股大长腿，不受穷也是短命鬼。屁股大而有肉的人很有靠山，往往能够得到家中人和贵人的相助，事业发展比较顺利。而且这种体相的人心宽体盘，凡事看得比较开，也比较懂得享受生活。如果一个人体型偏瘦且臀部扁塌，看上去就像没有屁股一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喜欢抱怨，缺乏包容之心，而且体质偏弱，桃花运和财运都比较差。七、头尖额窄。头顶比较尖高的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而额头低窄塌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目光比较短浅，做事缺乏远见，只顾眼前利益。相书中有言：头尖额窄无贵相，这种人一般心胸狭窄，做事只顾眼前利益，缺乏长远的规划，而且出身比较差，从小家庭环境不佳，父母能够给予的助力很少，凡事都得靠自己去努力。生性比较的贪婪，喜欢占便宜，
经常为了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。俗话讲贪者必贫，这种人即使有钱也很难长久，必定贫穷。8. 眼睛无神。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心活动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运势。如果一个人的双目无神，目光看上去比较呆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懦弱，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退缩和逃避，整天看上去精神恍惚，做事不专心，思绪比较混乱，缺乏分析和判断力，而且又特别的喜欢贪小便宜，财运比较差，一生凄苦无财，生活非常的艰难。9. 头小脖子长。头部为大脑之所在，如果一个人的头比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智商不够高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身边人，还有那些非常成功的企业家，大多成功人士一般头长得都比较大，几乎没有小头者。如果一个人的头小且脖子比较细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心气比较低，做事缺乏自信和坚持，总是有始无终，很难坚持做到底，一生贫穷破败。10. 鼻小凹陷。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，主男人的事业运，主女人的夫运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高挺有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自信，能力也比较强，内心也非常的正直，事业方面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比较小且非常凹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非常的小气和自私，而且性格也比较的内向，不爱表达，也不太爱与人交际，在事业和感情方面缺乏主动，喜欢斤斤计较，挣钱也比较困难，一生财运比较差。11. 下巴短窄。下巴也称地格，代表一个人的聚财能力、处事态度、责任心和蓄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比较短窄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定力比较差，内心非常的不安稳，但是做事又浮躁，不够脚踏实地，行动力比较差，考虑问题也不够周全，总是比较的表面和片面，积蓄财富的能力比较弱，晚年生活也比较的贫困。12. 脚长身瘦长。脚为人走路的工具，腿部承受着身子的重量。如果一个人的脚长得比较长，且身形也比较瘦长的话，这种人形大于思，行动力非常强，但是做事容易欠缺思考，比较的莽撞，习惯于冲动行事，所以一生也是多做少成，事业上经常容易遭遇失败，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奔波忙碌，一生贫困辛苦。13. 手掌平薄。手掌代表着一个人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掌控力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水平伸开，看上去非常的平，掌心平坦不凹的话，在相学中，这种手相称为手掌平薄，代表着财库薄弱，存钱不易。最好的是掌心内凹，能够存水，这种手型的人一般对于钱财的掌控力比较强，能挣能存，一生富贵。而手掌平薄的人不仅自身财气较弱，挣钱困难，而且花钱没有节制，存不住钱，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收获。14. 脚掌只有横纹，没有直纹。脚是人走路的部位，行走的力度和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大小。如果一个人的脚掌只有横纹没有直纹的话，这种脚相是非常不好的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稳，不喜欢在一个地点长时间的停留，做事也非常的不踏实，所以需要经常各地奔波不停，但是却很难有好的结果。虽然也比较的辛苦，一生忙忙碌碌，但是却挣不到什么钱，一辈子过得辛苦而劳累。15.
命宫深锁。命宫即是两眉之间的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印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、心胸、财运和社会地位。如果一个人的命宫深锁，则眉间的皱纹就会多而深刻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愁眉不展。这种人一般心思非常的重，性格比较内敛，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，也不会向别人展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待人处事方面不够真诚，凡事喜欢计较，人缘不是很好，事业和婚姻都不太顺利，财运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晚年容易无依无靠，生活辛酸艰难。其实一个人体相无论是穷还是贵，都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不然万贯家财还是会败光，好运气也会流失。而穷命也是靠拼搏，说不定哪一天时来运转，还是可以改变命运的。所以终须自己努力，方能大富大贵，命好一辈子。如果你的体相穷命，记得也不要怠慢，生活还是得努力。自古以来便有以七彩之红来形容眉毛的说法，意为眉毛如彩虹桥一般精致美丽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曾这样描绘：众女觊觎之蛾眉兮，来体现绝代佳人的风姿绰约。眉毛在体现着形象的同时，也在传达着喜怒哀乐。喜悦时眉开眼笑，悲愤时横眉怒目。恋爱中的男女也可用眉来眼去，暗送秋波来表达自己的爱意。古人更是有喜上眉梢这一说法。可以说，若是没有眉毛，人们的情感传递将会大打折扣。眉毛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面容，也体现着一个人的运势。为什么经常说眉开生运？因为眉毛是五官之首，在中国古代易经面相学中被称为保寿宫或兄弟宫。它的作用除了提升气质，让人变美，更是深深影响人的运势和气势。眉毛的颜色、形态、粗细和生长方向，主管着包括健康、寿命、感情、财运、事业、性格在内的命理现象。如果精通面相，便可以从一个人的眉毛中看出其隐藏的一些秘密和人生轨迹。接下来，大佬给大家列举几种眉毛及相关运势，看看你的眉相如何吧。1. 眉毛短而宽。眉形短而宽，眉毛修长，眉身实又短，眉尾下弯。有此眉相者，个性孤僻暴躁，对人较冷淡，难得知心好友，一生运气不佳，早年艰难，妻迟子晚，身边没有贵人相助，日子过得较为清贫。2. 秀长的眉毛。眉毛的形状秀气且长，毛多见底，眉中位置则较断密，但易见底。有这种眉毛面相特征的朋友，多重信义，待朋友兄弟极佳。人缘好，一般兄弟多和睦，一生富贵非轻。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比较多，很容易就能够遇到好机会。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此眉形的代表人物。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可谓传奇，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一步步发迹到香港首富，且如今已达90高龄，幸运之神垂青一生。3. 左右眉高低不一。左右眉毛一高一低，不在同一水平线上，又称不齐眉。这种眉形的人多注重自己感受，不太理会外界看法，从小好胜，事业心强，所以有着强烈的竞争心理，自己想要的定要达到目的。著名影星范冰冰、张柏芝即是此眉形。
这两位在外界一直是女强人的形象，且一直大红大紫，占据娱乐圈2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。4. 剑眉，眉毛的形状宽长，眉尾稍向上翘，国剧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剑眉。这类眉相的人为人果敢坚毅，虽出生于贫苦家庭，由于刻苦奋斗，终必飞黄腾达。缺点是不大肯听取别人的建议，若是适当改变，当更令人心服敬仰。代表人物当属古装男神焦恩俊，凭借着一对英气袭人的剑眉，20年稳坐古装剧第1小生的宝座。5. 眉头聚，眉尾散，此种眉毛也称之为扫帚眉，为人容易感情用事，冲动时理智无法控制，兄弟虽多但无情义，后嗣不佳，晚年贫苦，感情比较混乱，容易因为感情而伤神，要对于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情严谨一些为妙。6. 眉如新月，女性拥有这类眉毛可谓完美，不仅有财运，也有桃花运，为人理智聪慧，旺夫旺子，婚后多受丈夫宠爱，婆媳关系好，一生幸福。天生眉形不佳的女性可以选择做定妆眉，让自己也能拥有这类的开运幸福眉。国民女神高圆圆是标准的新月眉，演员赵又廷的星途一直不温不火，但与高圆圆结婚后才逐步被大众关注，且一年比一年火，好的作品越来越多，人气也越来越旺。韩国演员宋慧乔目前也是将眉毛梳妆为新月眉，不但收获了更多的人气，也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7. 眉低压眼，眉低压眼也压财，生就一款这样眉形的人，一生穷困潦倒，处处受排挤压迫，性格懦弱而阴沉，有抑郁倾向。建议多和性格温柔的人相处，多和朋友谈心，把眉毛修好，对于改变运势大有益处。8. 眉毛分叉，眉毛分叉被称为交集眉，是在眉的中间或者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，有点像个叉子，又像2条眉毛交集在一同。有这样眉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离诀别之苦，性情飘忽，东摇西摆。假定作为女人，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时常会格外的多，如若眼再生的不好，便拖累到婚姻也会乱了。9. 眉如卧蚕，眉头既圆又弯下，眉尾上扬有势，毛色黝黑又有色泽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眉。据此眉相者多为聪明之人，机智活络，刚正又重信义，文武全才，少年就可以高人一等，功绩卓尽，可大富大贵，不管从事政治或者军事，都能取上格外极度的高成。但兄弟之间不随意马虎接近敦睦。10. 一字眉，外形如中国字的一字，毛多而轻，长度稍较眼睛长些。有些眉相者亲情不雅念，较粘稠，多兄弟，兴旺较早，外表上虽是宽容温厚，内心却是坚韧武断，只需是自己经认为面对的事物，就会维持已经见而为之。这类眉主富且贵，佳偶齐眉携白头。11. 眉毛断裂者，在生活中如果拥有断裂眉毛的人，感情生活会较为不顺。
这样眉毛特点的人较为固执坚毅，因此很难与别人相处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眉形的人与六亲关系淡薄，虽然物质生活比较丰富，但是精神生活却较为匮乏。在早年时期需要经历很多的磨难，但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拥有稳定幸福的生活。12. 柳叶眉，眉形细而长，像柳叶，粗中带浊，浊中又自有清气。有此眉之人，心慈性善，为人聪明，交友忠信，重豪情而轻明志，随意马虎，过于信赖别人，而令自己经常吃亏。骨肉情疏，但面对朋友却很情笃。无论男女，皆难免多情贪欲。后世坤毅较迟，但会有贵人助，是以能繁华。13. 眉毛相连，所谓连眉，即两个眉毛连在一起，当然不是说连成一条眉毛那种，而是两个眉毛由于距离较近，中间会有一些细小的眉毛，彼此相连接，一眼看过去看不出什么，但如果靠近了仔细看，就会发现两个眉毛中间还有很多眉毛连在一起，只是较为稀疏而已。拥有这种眉毛的人一般气量比较小，容易生气，所以人缘不是很好。同时也是因为气量不大，做事情容易冲动，很容易会失去理智，继而导致自己做出一些错事，影响自己的前途。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成大事，日子过得也较为辛苦。14. 眉毛稀薄，眉毛比较稀薄的人为人也比较刻薄，他们对于感情并不是很重视，甚至可以说有些薄情。或许早年生活还算不错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最终导致众叛亲离，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让他们的生活很是孤独。而且眉毛比较稀薄的人心机也比较重，喜欢算计别人，但算计别人的结果往往是损人不利己，虽然解了一时之气，但却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回报，让他们的生活越过越辛苦。眉毛对一个人运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，天生没有一个好的眉形怎么办？若此时处于事业或生活的低谷期，不妨尝试着修改眉形来提升自己的运气。正心诚意，与人为善，才是提升自我、改变运势的根本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阴险狡诈的人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要提高警惕。下面大佬给大家讲解一些阴险小人的相学特征，在交友时大家可以参考了解。1. 鼻子，鼻梁没有肉，骨头特别突出，配合鼻尖无肉而鼻头呈沟壑，不够端正匀称，此种人心理阴暗，性格阴险，不够光明磊落，喜欢算计他人，内心刻薄，比较工于心计。鼻歪或人中歪的人心术不端，办事喜走偏门，喜欢在人背后搬弄是非。2. 眉毛，两眉之间的印堂若过于狭窄，人中短，眉毛眉头带尖而杂乱，颧骨突出，这种人心胸狭窄，办事偏激，而且刚愎自用，不够谦虚诚恳，为人喜欢斤斤计较，具有相当的攻击他人的心理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很难想开，不容易被自己开导。3. 印堂狭窄，人中短，心胸狭窄，两眉之间的印堂若过于狭窄，人中又很短，这种人心胸狭窄，见不得别人好，若有人在他面前夸赞某人工作很卖力，
他可能会当场说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会比较劳碌，因为他怕事情交代出去，功劳会被抢走，所以就样样自己来。如果你的主管是这样的面相，千万不要跟他抢功劳，就算功劳是你的，你也要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他，就可以避免他在你后面扯后腿了。4. 嘴小紧口，心难容人。嘴型太小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是自我优越感很强的人。在他们眼里，全天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贵族和才子。别人可以做剑士或是受苦受难，他们就不行，因为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。再者，全天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也是他们自己，别人都只能为他们鼓掌。一旦有别的贱人或是出身卑微的人才华胜过他们，他们就要抓狂或是搞破坏。5. 鼻梁骨突出，同时有300眼。有这种面相的人，不只见不得别人好，而且会有很强的报复心态。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和她一起做室友，她可能会在这位美丽室友的化妆品里动一点手脚，让这位室友不再美丽。在这种人面前，也千万不要过度称赞别人，因为他很会记恨，这时候你就要多多称赞他。虽然你称赞有这种面相的人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，但至少他不会拿你开刀，在他面前说话更是要小心。若可以的话，最好离这种人远一点。6. 上唇短缩，闲话多。上唇内缩短窄的人最喜欢论人是非，到处说人闲话。这种上唇短缩的人性情上就比较自我主义，对自己很没信心，对别人也常疑神疑鬼。只要某个人有点不在乎他，或是没有特别尊重他，他就会开始唠叨抱怨。平时已是如此，一旦哪一天你真的得罪他，那么他会很严厉地批判你，在你背后更会东加3分西加5分的替你传播恶名。7. 贼眼乱，飘言无信，眼小细短而浅，说起话来不停东瞄西瞄，就怕人家透过他的眼睛看穿他的心事般，或者说话时直眨眼，一副十分心虚的模样，就叫贼眼。有贼眼的人经常在一开始会放低姿态，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，但面临利益冲突或生死关头时，有贼眼的人较容易背弃自己的诺言。8. 鹰钩鼻。鹰钩鼻的特点就是鼻梁薄薄的，没有肉，而且突出，鼻头的前端垂下来，尖尖的。如果你有这样面相的同行，一定要小心。这种面相的人只考虑自己，凡事会精打细算，尤其在钱财面前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会使用阴险狡诈的一面来对付你。9. 眉凸眼凹。眉骨突出的人思虑必远，但脾气倔强，翻脸无情。眼睛凹陷必六亲不认，人情冷漠，亲情薄。如果有对他们不满的时候，就算是家里人，他也会用阴险狡诈的方法来对付你。10. 颧骨下塌。颧骨隆起的人有魄力，有胆识，而颧骨下塌之人做事不光明，又不甘心被领导，会在暗地里使用阴险狡诈的方法对付挡他前途的人，令他防不胜防。11. 牙齿凹陷。我们正常的人牙齿都非常整齐，如果牙齿往里面深凹的人，脾气暴躁，行不言于色，你永远琢磨不透他的想法，而且做事阴险狡诈。12. 印堂狭窄，人中短。在面相中，印堂被称为命宫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地、性情和整体命运走势。印堂被两眉侵占，过于狭窄的人往往心胸都不够宽广，遇事容易钻牛角尖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，为人处事斤斤计较，嫉妒心强，且容易记恨别人。假如人中再生得短的话，更会加重其人的偏激心理，见不得别人好，
说话尖酸刻薄，而且喜欢暗箭伤人。13. 腮骨宽大。腮骨生得过分宽大，人在面相上称为耳后见腮。有此特征的人心胸十分狭窄，为人无情无义，为了达到目的通常是不择手段，一旦出现利害冲突或身处困境之中时，会为了求生存而不顾他人死活，可说是最凶狠的小人。14. 两眉短而淡。这种人城府很深，且心机较重，报复心理强，爱在背后使诈，多出薄情寡义者，切不可与这种人合伙做生意。15. 眼神游移不定。眼神游移不定，常常斜眼看人，这样的人通常心态不够端正，有小人之风。假如再配上3白眼、4白眼或3角眼的话，其人更是心胸狭窄，为人奸猾，不够宽厚大气，办事更是假公济私，心狠手辣。此外，眼睛一大一小的人也不好交往，其人城府极深，而且容易给人使坏，最见不得别人比他好。一旦别人超越了他，他就会想尽办法在暗中给你做手脚。16. 鼻尖无肉，鼻梁起结。鼻子瘦削，鼻梁骨突出且中间起结，这样的人通常心地狠辣，自私自利，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，比较工于心计。假如再加上鼻准内弯呈倒钩状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鹰钩鼻，这样的人更是内心阴暗，心思深沉，且有强烈的报复心理，千万不能得罪他，否则必会加倍讨还，而且手段阴狠。17. 鼻歪，人中不正。鼻子生得歪斜且人中不正的人，大多心术不端，办事喜欢走偏门，爱在人后搬弄是非，也属于小人之列。18. 断掌，同时食指下方有井字纹。这种手相导致的小心眼着重在钱财方面，这种人对钱财会非常的斤斤计较，他也许会捐100万给孤儿院，但是若跟他做生意，5块钱也一定要算清楚。也因为这样分明的态度，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也小有钱财，他会将所有该支出的项目都算得清清楚楚，即便是捐款，也可能是因为这项捐款可以赢得好名声，而这样的好名声则可以为他再赚得更多的财富，所以想从他身上捞到好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拥有好运的人生是由多个机会组成的，但是机会是贵人给的，所以我们会十分珍惜自己身边的贵人，而对于我们身边的伪君子，也是绝对不能手软的，一定要尽早清除。小人的脸上虽然不会有我是小人这几个字，但是我们可以从面相、手相的角度分析出来，对方是否是阴险小人，供大家参考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